其实我看到一个评论，我很想转达给小紫，他说没有杨紫的暑假是不完整的。每个暑假好像已经非常期待看到小紫了。那今年的暑假，大家看到了《长相思》，非常喜欢这个作品。那其实想问小紫的就是，在长相思过程当中，哪一个拍摄的场面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？长相思，我觉得长相思每一个场面，我觉得印象都很深刻。因为每一场戏都是蛮重要的戏。但如果你要说最深刻的是哪场？我想想，因为名场面实在是太多了。对，可能是我在梅林被那个虐杀的那场戏吧，因为那个就是它要有很多的特效，然后就大家现在看上去那个全景我是被吊起来的嘛，但是拍近景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要站在下面的，然后假装演那个被吊起来，然后拍我的特写。然后因为他每次一次那个身上有流血，对，所以其实我的表演就是不能连贯的演下来。我要第一次刺完以后就先停，然后他们开始给我做特效，然后弄血。哇！然后再接着拍的话，我要接刚才那个情绪，再接着再那样，就是那个还是蛮复杂的，我觉得让你非常难忘，是吧？对。其实最终的呈现让我们看到这场戏是让我们觉得非常虐心，也赚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眼泪哈。但殊不知您演的时候，那个情绪是要不断的暂停再连续。对。那这个部分作为演员来说，你认为是最难的部分吗？保持情绪？其实我觉得是的。对于我来说，因为可能，如果我能够连续演下来，可能会大家看得更顺一些。那么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嘛，因为我们要配合特效，所以你就要记住你刚才那个表情或者是状态是一个什么，尽可能的去接。杨紫真的非常的专业哈。其实很多粉丝宝宝在看剧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，他以为小紫就是身临其境，一条承受的痛苦，但其实作为演员，他可能会拍很多条不同的机位。是的。所以我们真的为日常辛勤工作的杨紫来一点掌声哈，辛苦辛苦。那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哈，大家想问在《长相思》当中，小紫觉得哪场戏最难演？是刚才那场戏吗？你觉得？那场戏它是那种技术上的配合难演，但是有很多难演的戏，反而是，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尺度。因为大家很多人看过小说，他们有的人喜欢，我跟涂山璟，有人喜欢我跟相柳，有人喜欢我跟苍玄，甚至我跟风龙。那么其实你在演的时候说，如果因为我是小妖，我要有自己的行动线跟我的心理过程，就是我为什么此刻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，我需要把这些东西微表情或者是解释的跟观众非常明确，他们才可以带入说我走的每一步是为什么。如果是稍微有一些偏差，就很容易让大家误解小妖这个角色。所以当每次我跟他们4个不同男生在演戏的时候，这个才是我最难的。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1对1的嘛，它是1跟4个人发生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的任务就是我希望可以把小妖完整的心理过程呈现给观众面前。谢谢小紫的解答哈。我们都说，其实心理行动决定形体行动。对，大家看到小紫呈现的表演，其实并不是机械的根据像您说的小说当中去揣摩，而是您真的做了这个人物的心理的行动线，然后才能呈现出这么好的感情哈。好，那接下来的问题还是和小妖有关，大家就问了，那面对4个人，小妖是怎么做到人间清醒，或者是怎么才能像小妖一样能够活的人间清醒呢？面对4个人，就戏里面这4个人嘛，我觉得小妖他的清醒是他原生家庭给他造成的，他的成长经历造成了他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，但同时他有有一颗包容万千的一个心，他又很善良，所以这就导致了其实她是一个很独立且清醒的一个女生。对，其实跟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关系，是跟她小时候那个经历所造成的。她就会变成一个不太相信别人的一个女孩。其实会说她性格是有一些缺陷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个就是童年阴影造成的。但是其实在《长相思》的第1集当中，我们看到了小妖这个人物，他是有成长的。是的，他不断的经历事情之后，都会汲取经验。在日后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像你说的，越来越清醒。对，我
我们也希望直播间提出这个问题的粉丝宝宝也像小妖一样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选择，坚定自己的目标会越来越清晰哈。那其实我看长相思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场景，是你之前没尝试过的，就是女扮男装的表演啊。对，那这个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揣摩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特别考虑的地方？首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不能妆感很强，让大家会，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女生，其实我怎么扮男生呢？大家也不会说完全相信杨子就是一个男的，我只能是尽可能的说让大家看着舒服，然后学一些男生的肢体，再想说他们说话的方式跟女生有一些什么不同，然后尽可能的去展示吧。其实小紫的展示我看是非常自然的，就是没有刻意的表现特别阳刚，也没有特别表现得很扭捏。我觉得反正大大咧咧，很像一个很可爱的小男生。对，因为就是越自然，其实大家会越相信，可能越是摆或者是扭捏，会让我就会怕让观众觉得怎么油腻，或者说觉得怎么很做作，就我很怕有这种感觉。那整个拍摄包括诠释这个角色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有趣的事儿就是其实每天在现场我都挺快乐的，因为最有趣的事情是我们那个有时候在现场会有一个休息，就是找一个地方休息嘛，然后我们就会把椅子放在这个旁边，结果我上午可能拍戏的时候还是相柳，中午就换成了苍玄，晚上又换了涂然璟，最后又来风舞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这一天很忙，然后聊天也都不同，就是每个阶段他们来了以后聊不同的话题，就还蛮有意思的。你是非常固定的流水的，我们的男演员固定的是小紫、小妖哈。对，因为我一天都是在现场的，所以就是他们换来换去，我就觉得好有意思，好有意思，每天会切换不同的感情。对，那其实，在生活当中和我们这些优秀演员在合作的时候，小紫肯定也是感觉到非常开心，因为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性格，对不对？那再回到小妖的这个人物上面，大家其实特别好奇的是，因为小妖这个角色呈现出来和你以往的所有角色，我觉得都不太一样。那你是怎么找到和小妖这个角色之间的共鸣点的呢？因为我其实很理解小妖，就是我看完《长相思》以后，我非常能够懂小妖她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我理解她，并且我喜欢他，那么我就让自己成为他，就其实是一个共情的一个东西，试着让自己变成他。我们都说，如果你完全按照我们的剧本，包括原著进行表演，这个人物就会非常的脸谱化，非常的僵。那我觉得小紫，你刚才说的，其实你是把自己的人格和小妖进行了一个结合。其实不是，就是因为童话老师写的这个小妖已经是非常的完整、丰富、全面了，就是已经给予他一个这么好，就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角色，所以我是完全按照童话老师写的小妖就跟大家展现出来了，只不过可能有一些在演的时候会再加一些自己的想法，但是基本上都是还原老师的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。真的谢谢小紫的用心。我们说其实演戏不光要演，更多的要动脑。对，谢谢小紫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么完美的、这么可爱的小妖呈现在面前。我们现场有点冷，让小紫可以稍微搭一搭哈。谢谢。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为我们所有的粉丝问的哈，那能不能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《长相思》的第2季？大家已经在万众期待了。第2季安利一下，就是其实第1季的时候我就狂在给大家安利嘛，因为那个时候作品还没有播出，我很想让大家能够多多去看。那么现在我很开心的一点就是第1季播完以后，有很多新的关注，然后他们很期待，所以我觉得安利的话也不用多说，就是跟大家一起等待第2季吧。第2季会有更多好看的剧情。更多的我们就不透露了，这让大家到时候真正去观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大家一直要锁定我们的《长相思》来看《长相思》哈。那接